因为1块钱，我从村民口中的活华佗变成了谋财害命的死庸医。村民们把我围起来，群情激愤。这些年你家的地可都是我们种的，就让你给我们看个病，居然还敢收钱，真是个白眼狼！还说什么外面药价上涨？我看你就是觉得这山里就你一个医生，想坐地起价。看着村民们这恨不得撕了我的架势，我笑了。行啊，我是白眼狼，那也别1块钱了，咱一切按标准收费。晚间，一大堆村民冲进我家，将我团团围住。常年混迹于村口情报中心的赵婶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声音高亢：“赵宇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给乡亲们看病，居然还想收钱！”说完，赵婶就一把将一张皱巴巴的纸张甩到了我脸上。那是我今早贴在家门口的告示，我在上面写着：因为近2年城里药价上涨，我无力负担成本，所以给大家看病不再免费，改收1块钱诊费。我问赵婶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可赵婶一听这话就炸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问题大了去了。她2手撑在自己的水桶腰上，口水喷的我满脸都是。这些年你家的地都是我们种的，就让你给我们看个病，居然还敢收钱，真是个白眼狼！不等我开口解释，其他村民就跟着哄闹起来。我早说他是个白眼狼，他肯定是看着山里就他一个医生，想坐地起价。村民们高喊着骂我是白眼狼，说我要不把这1块钱去掉，就把我赶出村子。看着他们群情激愤的样子，我想解释的话咽了回去。我冷声问他们摆这么大阵仗，就因为那1块钱？这话听得赵婶很是不爽，说压根就不是钱的事，他们只是不想让我带坏村里风气。见村民们纷纷点头，我也再懒得废话，直接2手一摊，表示他们不同意我收这1块钱完全没问题。听到这话，村民们脸上不禁露出欣喜之色，可我马上就补充道：以后看病，咱一切按医院的标准收费。话音刚落，村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他看着我，眼神冷漠。赵宇，就你给我们开的那些药，不是山里的野草死虫，就是掰成8瓣的破药片。就那点东西，你一次收我们1块钱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他声音不大，甚至还很温和，可就是这话，却给村民们指明了攻击我的方向。赵婶第一个跳出来：村长说的对，就那点破东西，山里一捡一大片，拿这些不要钱的玩意儿跟我们要钱，你心也太黑了！还有村民附和说，我平时到他们家里吃饭，他们从来都没有管我要过钱，怒骂我根本不是人。我听了这话，只是冷笑。草药不值钱，可那是我一次又一次跑进大山挖来的。药片是掰成了几份，可是药3分毒，他们的病只吃那个剂量就够了。我是在他们家里吃过饭，那还不是因为他们病了，家里又没人，我只能留下来给他们做饭干家务。我以为我看的是同宗同族的情谊，可现在看来全是狗屁。村长见我不说话，脸上满是得意。行了，赵宇，只要你以后还免费给大家看病，今天这事儿我们就原谅你了。我没接话，只是径直朝大门走去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一把将大门拉开，而后指着门外对他们说：滚蛋！村民们被这话气得七窍生烟，各种污言秽语层出不穷。可我只是站在门口充耳不闻，他们没了办法，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我家。关门之前，我听到赵婶跟村长抱怨：村长没唬住那小子啊，他不会真把价涨上去吧？可村长却满不在乎：没了他张屠夫，咱还不吃带毛猪了。放心，我闺女赵妙妙也在省城学医，明天就能回村，以后让她给咱看病。听到这话，赵婶是彻底放心了，甚至还回头对我狠狠啐了一口。可我听着他们这话，只觉好笑。赵妙妙那丫头，当年还是我托老同学帮她进的医科大学，甚至导师都是我给介绍的。可后来她导师每次跟我提起她，都是一脸苦相，说她整天上课不来，实验不做，学了5年，连最基础的静脉动脉都分不清，让这样一个人来给全村人看病，那场面真是想想都刺激。关了房门，我早早上了床。15年了，自打回到这片山村，我每晚都给村里老人配药煎药到半夜，难得今天睡个早觉。可就当我睡得正熟之际，房门却突然被人拍得震天响。15年来，我早习惯半夜被人叫醒，一听见动静，我就本能地坐了起来。看了眼表，半夜3点，门外那人嗓门响亮，是赵婶。赵宇，我有点发烧，赶紧滚出来给我拿药。换作以往，我一定飞也似的出去，可现在我掀被子、穿衣服、换鞋子，慢慢悠悠。等门打开，赵婶就旋风似的冲了进来。一进门，她就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你死人啊！敲那么半天才开门，赶紧的给我拿几片药，我发烧了。见我不动，他立马就火了，直骂我是聋子。可我依旧没动，只是把手朝他伸去。赵婶一愣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我冷冷开口：中药清热冲剂21盒，西药退热胶囊25一盒，总计45，拿钱。赵婶一听这话就炸了：敢跟老娘要钱，还45，你怎么不去抢？
了。可我只是告诉他，我这跟医院一个价，就这还没管他要挂号费，他要是嫌贵，就明天自己去城里医院吧。赵婶听了这话更满，直言就我这小破诊所还说什么挂号费，还说他今天能来看病，那是他瞧得起我。等明天村长闺女回来，就是我求他来，他都不来。我听了也不恼，只告诉他想在我这犯病拿药就得交钱，少一分也不卖。赵婶见我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也没了招，最后只能咬着牙同意了。我转身去药房拿了盒药，同时伸手管他要钱。可赵婶此时却是眼珠子一转，说2盒药都一样能治病，他拿1盒20的好了。说完，他就把20块钱朝我手上一拍，转而就去抢我手上的药。可我只是朝后一退，就让他扑了个空。不是你说我每次给你们开几个破药片子不值那么多钱，这回给你的量管够。赵婶被我的话噎住了，半天说不上话，最后只能骂骂咧咧的给了我45块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阵炮仗声吵醒了，出门一看是赵妙妙回来了。此时她穿着白大褂，戴着副黑框眼镜，身前站着全村的男女老少，身后是村长连夜给她装饰好的小诊所。赵妙妙站在诊所前面，满脸得意。乡亲们，大伙儿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放心，以后大家有什么病尽管找我。赵妙妙刚说完，村长就带头鼓起了掌。可很快，人群中的赵婶就问起了大家伙最关心的事。妙妙啊，婶子相信你绝对比某些人要强得多，可这费用咋算啊？以前赵宇可都是免费给大家看病的啊。赵婶说完，其余村民也纷纷跟着问起了这个问题。可赵妙妙听了，却只说她这次回来，从省城购买了一批最先进的药品，只要501颗，吹了保证百病全消，就算再有什么病来找她，全部免费。听到这话，村民们犹豫了起来，他们都在讨论这话的真假和这笔钱到底值不值。有人不想出，毕竟以前我都是免费看病，就算涨价了也才1块钱，500块太多。也有人觉得那是大设备，啥病都能看，花500块以后就免费了，值。就当大家争论的正激烈之际，村长率先站了出来。我是咱村的村长，又是妙妙的爹，今天我带头，谁今天买药，我自掏腰包给他补100块。说完，村长就把2捆绑的规规矩矩的100元大钞拍在了台前。其他村民见状，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争先恐后的围着赵妙妙交钱。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可笑。赵妙妙发的那哪里是什么包治百病的药丸，分明就是一些维生素片，而且看成色，甚至都是过期的东西。终究是对这村子还有几分情谊，我忍不住迈上高台，高声宣布：大家不要信他，这就是个骗局。话音刚落，现场彻底安静了下来，有人伸出去的钱也缓缓收了回去。村长率先反应过来，指着我就是破口大骂：赵宇，这有你什么事儿？我看你就是眼红我闺女，害怕以后没人找你看病，骗不着钱了是吧？村长说完，赵婶也跟着接话，让大家别信我，还说我昨晚刚坑了他45块钱。我没理他们，只是说这世上根本就没什么药丸能治所有的病，而且就算有，也绝对不止500块。可赵妙妙却说我在这山里15年，外面的科技是日新月异，我不知道也正常。村民们连连点头，说赵妙妙是城里的大学生，肯定懂得更多。更有几个仰慕赵妙妙的年轻后生，直接就朝我挥拳打来，说我就是怕以后没人找我看病，才恶意诬陷他的。见有人动手，村民们都跟疯了一样朝我挥来拳脚，尤其是赵婶，更是趁机一脚将我踹翻在地。赵宇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看你啊，趁早滚蛋，以后我们村用不着你了。鲜血顺着我的额头流下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我不再说话，踉跄起身就往回走，身后依旧叫骂不止。2天以后，村子里开始出现了乱象。先是赵婶吃了药后上吐下泻，浑身无力，紧接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出现了头晕、恶心、腹痛的症状，有的老人甚至直接卧床不起，连饭都吃不下。村民们慌了，想找赵妙妙问个明白，可村长说他昨晚就进城了，还没回来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有人撬开了诊所的门，发现里面早已人去屋空，只剩下2瓶散了满地的神药，瓶身上写着维生素 B。直到这时，村民们才恍然大悟，他们被骗了。一时间，村里哭声、骂声响成一片。赵婶坐在诊所门口，拍着大腿痛哭流涕。那些交了钱的村民也个个悔恨交加，骂自己瞎了眼。也直到这时，一个被拉假药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村民才虚弱开口：“快去找赵宇来给我们看病啊！”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混乱的泥潭，瞬间压过了村里的哭声和骂声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脸上的悔恨和绝望交织在一起，没人说话，但眼神里的意思却出奇的一致。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坐在自家院子里的竹椅上，手里端着一杯凉茶，看着远处诊所门口那一群狼狈不堪的村民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额头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那是赵婶踹的，也是村民们一起打的。每一寸疼都在提醒我，15年的付出终究是为了狗。没过多久，院子的大门就被人轻轻推开了。村长走在最前面，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傲慢和冷漠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衣服上还沾着泥土。他身后跟着赵婶和一群村民，赵婶脸上的嚣张劲儿彻底没了。
眼睛红肿，脸上还挂着泪痕，走路都有些摇晃。他眼神躲闪，根本不敢直视我。想来他吃了那过期维生素后，上吐下泻也没好利索。其余的村民更是个个面色苍白，有的捂着肚子，有的扶着老人，还有的怀里抱着哭闹的孩子，一个个都没了之前，唯独我时的凶神恶煞，活像一群丧家之犬。村长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，语气里带着讨好，向我表达着全村人的歉意，说大伙儿都知道错了。赵婶也连忙上前一步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声音有气无力地向我道歉，说他昨天糊涂，不该骂我打我，求我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说着还想伸手拉我的胳膊，我微微侧身避开了他的触碰，他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尴尬更甚。其余的村民也纷纷附和起来，七嘴八舌地向我道歉。有人说自己不该被猪油蒙了心，有人说不该听信村长和赵妙妙的鬼话，还有的说对不起我这15年的付出，甚至有人当场扇起了自己的耳光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自己不是人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手里的凉茶已经凉了，就像我此刻的心。等他们说的口干舌燥，渐渐安静下来，我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平淡：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就滚。村长闻言一愣，可马上就语气急切地恳求我原谅他们这一次，说村里这么多人都病着，老人孩子都快撑不住了，求我发善心给大家看看病，以后再也不跟我闹，也再也不提免费看病的事。我冷笑一声，指了指自己额头的伤口，我告诉他们，我的善心早在他们动手打我的时候就被他们踩碎了。我提起自己15年来免费给他们看病，半夜随叫随到，挖草药、煎药、护理，没收他们1分钱，可到最后就因为1块钱，他们就骂我白眼狼、死庸医，还把我围起来打。现在有难了才想起我的话像一把尖刀扎在每个村民的心上，他们一个个低下头，满脸愧疚，没人敢反驳。赵婶又哭了起来，向我辩解，说他们知道对不起我，可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被赵妙妙那丫头骗了，求我看在同村一场的份上，救救他们，救救孩子们。我放下手中的凉茶，语气依旧冷淡，我告诉他们，救人可以，但是我之前就说过，以后看病一切按医院的标准收费，挂号费20，诊费50，药费按市场价算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明确表示，现在要治病的先交钱，交了钱我就给看，交不起钱的就请回。我这里不是慈善堂，也不是他们随叫随到的免费诊所。这话一出，刚才还满脸愧疚的村民们脸色瞬间变了，有人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，有人则皱起了眉头，还有人忍不住低声抱怨起来。一个平时总是跟着赵婶起哄的中年男人忍不住开口指责我，说我们都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趁机坐地起价，不就是看我们现在有求于你吗？骂我太没良心。我看着他，眼神冰冷，我没良心。当年你儿子半夜高烧抽搐，是我冒着大雨跑了5公里，去山里挖了退烧药草，连夜煎给他儿子吃，保住了孩子的命，我没要你1分钱。我又提起去年他娘重病卧床，是我每天上门给他换药喂药，照顾了他3个月，也没要他1分钱。我质问他，现在我按规矩收费，就叫没良心，那他们当初骂我打我又算什么？我越说越冷，语气里的寒意让在场的村民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那个中年男人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脸涨得通红，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。这时赵婶又凑了上来，语气带着几分哀求，说不是他们不想交钱，是他们现在真的没钱，他们都被赵妙妙骗了，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，求我先给他们看病，等他们缓过来了一定把钱补上。我毫不犹豫地拒绝，并且告诉他们，我给他们垫了15年的药费和人工费，没欠他们任何东西，现在我按规矩收费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让他们有钱就看病，没钱就等着，或者自己去城里医院，我不拦着。我的态度坚决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村民们见状，脸上的愧疚渐渐被愤怒取代，有人开始低声咒骂起来，说我冷血无情，说我记仇，说我借着他们的难处落井下石。村长的脸色也沉了下来，语气带着几分威胁，说我别太过分，他们这么多人来求我，已经给足我面子了，要是我执意不肯，就别怪他们不客气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反问他们还能对我怎么样？再打我一顿，再把我赶出村子，尽管来。我向他们表明，我赵宇行得正坐得端，15年问心无愧。他们要是敢再动我一下，我就报警，让治安局的人来评评理，看看是谁的错。村民们被我唬住了，他们知道我说到做到，真要是闹到治安局那里，他们打我骂我的事肯定讨不到好。僵持了许久，赵婶狠狠啐了一口，骂我是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说他们就算病死也不会再求我。说完他转身就走，其余的村民也纷纷骂骂咧咧地跟着离开了我的院子，有的还不忘回头瞪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没有丝毫动容，重新坐回竹椅上，端起凉茶喝了一口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是这个反应，他们从来都不懂得珍惜，也从来都不懂得感恩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，一旦我不再免费，我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恶人也好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彻底断了对这个村子的最后一丝念想。可我没想到，仅仅过了半天，村民们就又找上门来了。这一次，他们没有了之前的傲慢和愤怒，个个都垂头丧气，脸上满是绝望，有的甚至直接跪在了我的院子门口，痛哭流涕地求我。原来他们离开我的院子后，本来想硬撑着，可没过多久，就有几个老人和孩子病情加重，呼吸困难，浑身抽搐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他们想去城里医院，可山路崎岖，又没有车，根本来不及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再次来求我，放下了所有的身段和尊严。村长跪在最前面，
老泪纵横，苦苦哀求我救救他们，说他会把家里的牛和粮食都卖了，一定给我凑够钱，求我先救救孩子们和老人们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赵婶也跪在地上，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耳光，反复向我道歉，说他真的错了，不该骂我打我，跟我斤斤计较，求我大人有大量，救救他们，以后我让他们做什么都可以，再也不跟我闹了。看着院子门口跪着的一群人，看着那些奄奄一息的老人和孩子，我心里终究还是软了一下。我恨他们的忘恩负义，恨他们的自私自利。可我是一名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条生命在我面前消失，哪怕他们曾经伤害过我。我叹了口气，让他们起来，说我给他们看病。我告诉他们，钱可以先欠着，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等他们缓过来了，必须把钱补上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警告他们，要是再敢耍赖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管他们的死活。听到这话，村民们瞬间喜出望外，连忙磕头道谢，一个个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主动给我让开道路。我走进屋里，拿出听诊器、体温计和各种药材，开始给村民们看病。先给那些病情严重的老人和孩子诊治，喂他们吃药、输液，然后再给其他人看。忙了整整1个下午，直到天黑，所有村民的病情才渐渐稳定下来，有的已经能站起来走路，有的不再上吐下泻，孩子们也停止了哭闹，脸上有了血色。村民们看着我，脸上满是感激，不停地向我道谢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怨毒和咒骂。村长拉着我的手，不停地向我道歉，说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我，再也不会对不起我。我只是淡淡地抽回手，告诉他们不用谢我，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，让他们记得欠我的钱，尽快补上就好。说完，我就走进屋里准备休息。忙活了1下午，我也累得够呛。可我刚坐下没多久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热闹的声音，还有人在喊着赵妙妙回来了，喊着赵妙妙救了他们。我皱了皱眉，走出屋一看，只见赵妙妙穿着白大褂，带着一个行李箱，正被村民们围在中间，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。村长站在一旁，更是满脸骄傲。赵妙妙看到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屑，然后对着村民们高声说话，安抚大家的情绪。他告诉村民们，他听说大家都不舒服，就赶紧赶回来了，让大家放心。他们之所以会不舒服，不是他卖的药有问题，而是那神药在发挥功效，在帮他们排出体内的毒素，过几天就会彻底好起来。村民们一听，瞬间炸开了锅，一个个都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赵婶连忙上前，拉着赵妙妙的手，满脸谄媚的夸赞赵妙妙，说她就知道赵妙妙不会骗他们，还说赵妙妙厉害，不愧是城里的大学生，懂得就是多。还有人附和着夸赞赵妙妙有本事，同时暗讽我说不像某些人只会趁火打劫收他们的钱。那人说话时，眼神还故意朝我这边瞟了瞟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赵妙妙得意的笑了笑，故意提高了声音，告诉村民们，她这次回来又带了一批新的神药，比之前的还要好，只要吃了以后再也不会生病。她还说这次给大家优惠，只要400一颗，比之前便宜了100块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这些村民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刚刚还在求我救他，现在赵妙妙一回来，编了一个荒唐的谎言，他们就又相信了，还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了赵妙妙的头上，甚至反过来嘲讽我。我上前一步，冷冷的开口，揭穿赵妙妙的谎言。我告诉赵妙妙，她别在这里骗人了，村民们的病是我治好的，跟她的神药没有任何关系，她的那些药不过是过期的维生素片，根本没有任何治病的功效，反而会伤害身体。赵妙妙脸色一变，随即又恢复了得意的神色，对着村民们辩解，让大家别听我的胡说。她污蔑我说我就是嫉妒她，嫉妒大家相信她，嫉妒她比我有本事，还说我是想把功劳抢过去，好继续收大家的钱。她反问村民们，要是她的药没有用，大家怎么会好得这么快？村民们一听，纷纷点头，觉得赵妙妙说的有道理。有人开口骂我，说我太过分了，赵妙妙好心回来救他们，我居然还诬陷她，骂我无可救药。还有人附和，说他们的病明明就是赵妙妙的药治好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说我不过是趁机收了他们的钱，还好意思在这里邀功。我看着他们愚蠢的样子，心里最后一丝期待也彻底破灭了。我不再解释，转身走进屋里，关上大门，将外面的喧嚣和骂声都隔绝在外。既然他们愿意相信赵妙妙的谎言，愿意被她欺骗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去多管闲事。从今往后，他们的死活与我无关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没想到，没过2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整个村子。暴雨下了整整1天1夜，山路被冲毁，河水暴雨，村子里到处都是积水。暴雨过后，天气渐渐转凉，一场大规模的流感悄然爆发了。最先发病的是几个孩子，发烧、咳嗽，浑身无力。紧接着，越来越多的村民被感染，有的高烧不退，有的咳嗽不止，甚至连村长和赵婶都没能幸免。村子里再次陷入了混乱，哭声、咳嗽、求救声此起彼伏。村民们第一时间就去找了赵妙妙，他们还记得赵妙妙说过，吃了她的神药以后再也不会生病。可赵妙妙却皱着眉头，告诉村民们，这次的流感很严重，是特殊病毒引起。她之前的神药只能预防普通的小病，对付这种特殊流感，需要更高级的神药，价格也更贵，一颗要800块。村民们虽然觉得贵，但此刻他们已经被流感折磨得苦不堪言，只能咬牙答应。赵妙妙见状，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，拿出一批所谓的高级神药卖给了村民们。可村民们吃了药之后，病情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有的甚至开始呼吸困难、昏迷不醒。我站在自家院子里，看着村民们痛苦的样子，心里终究还是不忍。流感虽然厉害，但并不是无法治愈，只要用对药，好好护理，用不了多久就能痊愈。赵妙妙的那些所谓高级神药，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感冒药，根本对付不了这种大规模流感，反而会耽误病情。最终，我还是放下了心中的芥蒂，拿出了自己囤积的感冒药、退烧药和抗病毒药，在院子门口摆了一张桌子，免费给村民们看病发药。我一边给村民们测量体温、诊治，一边告诉他们注意事项，让他们多喝水、多休息。
休息，按时吃药。忙了一天一夜，越来越多的村民病情开始好转，高烧退了，咳嗽也减轻了。那些昏迷不醒的村民也渐渐醒了过来。村民们看着我，脸上满是复杂的神色，有感激，有愧疚，还有一丝尴尬。没人好意思开口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接过药，低着头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赵妙妙却带着村长和一群还没完全痊愈的村民，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我的院子门口，脸上满是愤怒。赵妙妙指着我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，诬陷我是黑心肝的东西，说我在投毒害大家。我皱了皱眉，冷冷地反驳他，说我一直在免费给大家看病发药，不可能投毒害大家。赵妙妙却理直气壮地辩解，说不是我是谁，大家之前吃了他的神药一直都好好的，怎么我一给大家发药就有这么多人病情加重？他诬陷我说我是嫉妒他，不想让大家相信他，所以就在药里下了毒，故意害大家。村长也跟着附和，指责我太恶毒，说他们虽然之前对不起我，但我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报复他，还说我要是不想给大家看病可以不看，没必要投毒害大家。村民们本来就对我心存芥蒂，听到赵妙妙和村长这么说，瞬间就被激怒，一个个都对着我骂了起来，说我心狠手辣，说我公报私仇，甚至有人想冲上来打我，被旁边的人拦住了。我高声辩解，我没有投毒。我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病情加重是因为吃了赵妙妙的假药，那些药根本对付不了流感，反而耽误了病情。我向他们说明，我给他们的药都是正规的感冒药和抗病毒药，是用来救他们的。反问他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。赵婶咳嗽着指着我骂，一口咬定是我投的毒，说我就是想报复他们，想让他们都死。他还维护赵妙妙，说赵妙妙是城里的大学生，不可能骗他们，骂我就是个庸医，只会害人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村民们都不肯相信我，依旧不停地骂我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身上。我看着他们愚蠢偏执的样子，心里彻底麻木了，再也没有了一丝辩解的欲望。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，他们都不会相信我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都是那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谋财害命的死庸医。我收起桌子上的药，转身走进屋里，关上大门，再也不想理会外面的一切。可我心里却始终觉得不对劲，这场流感来得太突然了，而且传播速度这么快，不像是自然爆发的。我想起暴雨过后河水暴涨，村民们都是喝河里的水，难道是河水出了问题？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东方的天际还泛着一层淡淡的鱼肚白，晨雾像一层薄薄的纱，笼罩着整个村庄。我趁着村民们还在熟睡，或是忙着生火做饭，无暇顾及周遭的间隙，脚步放得极轻，像一片飘落在地的落叶，悄悄来到了村子旁边的河边。河水还是有些浑浊，裹挟着岸边的泥沙，在晨光中泛着暗沉的黄色，水流缓缓涌动，发出细微的哗哗声，少了往日的清澈透亮。我小心翼翼地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拿出检测工具，动作娴熟又谨慎，生怕动静太大引来村民的注意，轻轻舀取了一些河水样本，密封好后，又悄无声息地带回了自己的小屋。回到屋里，我关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，将检测工具一一摆放在桌上，凝神静气地对河水样本进行检测，每一个步骤都不敢有丝毫马虎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检测结果慢慢显现出来。当看到屏幕上跳动的数值和明确的病毒标识时，我瞬间愣住了，手里的检测笔啪嗒一声落在桌上，心脏猛地一沉。河水里含有大量的病毒，浓度高得惊人，而这种病毒正是近期在村里大规模爆发，让村民们苦不堪言的流感病毒。我心里充满了深深的疑惑，眉头紧紧皱起，指尖微微发凉。好好的河水，平日里村民们洗衣灌溉都用它，怎么会含有这么多致命的流感病毒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浮现，难道真的是有人故意投毒，故意让病毒扩散，危害村民的健康？我下意识地想起了赵妙妙，那个一直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的女人。她长久以来都想把我赶出村子，独占村里唯一的看病生意。而且这次流感爆发后，她不仅没有想着救治村民，反而趁机囤积所谓的神药，漫天要价，靠着卖假药大发横财。这样心狠手辣的人，会不会真的是她干的？为了证实我的猜测，还村民们一个真相，也为了揭穿赵妙妙的真面目，我下定决心开始暗中对她进行调查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借着出门巡查、采摘草药的名义，悄悄观察赵妙妙的行踪，目光时刻追随着她，不放过她的任何一个异常举动。白天，她依旧在诊所里装模作样的给村民看病卖药，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，嘴里说着安慰的话语，背地里却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。终于在一天深夜，万籁俱寂，村庄里的灯火早已全部熄灭，只有月光透过云层洒下一层淡淡的银辉，照亮了河边的小路。我躲在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后面，借着树影的掩护，清楚地看到赵妙妙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，鬼鬼祟祟地来到了河边，四处张望了许久，确认没人后才放下心来。她从背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深色的玻璃瓶，瓶身里装着浑浊的液体。她拧开瓶盖，毫不犹豫地将里面的液体全部倒进了河里，动作迅速又隐秘。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调整到静音模式，双手微微颤抖，却稳稳地拍下了这一幕，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记录在镜头里，不敢有丝毫遗漏。拍完视频后，我依旧躲在树后，大气不敢出，悄悄跟在赵妙妙身后，看着她快步离开了河边，消失在夜色之中，直到她的身影彻底看不见，才敢走出来。我又拿出检测工具，在刚才赵妙妙倒液体的地方重新取了一份河水样本，小心翼翼地密封好，快步带回屋里，连夜进行检测。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，屏幕上的数值比之前更高，病毒浓度几乎翻了1倍。看着这份报告，我心中的猜测得到了证实。
怒火在心底悄悄燃起，竟是赵妙妙在暗中投毒。这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私欲，竟然不惜牺牲全村人的健康，实在是丧心病狂。她卖的那些药根本没有任何治病的功效，吃了不仅不能缓解流感症状，反而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，甚至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伤害，让病情越来越严重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检测报告和手机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底的怒火，毅然走出了家门。阳光洒在身上，却感受不到丝毫温暖，只有沉甸甸的责任。此时，村子里早已乱作一团，村民们纷纷围在赵妙妙的诊所门口，要赵妙妙给他们一个说法。他们都是吃了赵妙妙的高级神药后，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有的老人已经虚弱的快要不行了，气息微弱，靠在家人怀里。赵妙妙站在诊所门口，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，她声音颤抖，却依旧嘴硬。她说她的药没有任何问题，是村民们自己体质不好，抵抗力太弱，才会病情加重，与他的药没有半点关系。我拨开围观的人群，一步步走上前，声音洪亮而坚定，别再相信他的鬼话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是他在河水里投毒，才引发了这次大规模的流感。村民们听到我的话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哭闹声、指责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纷纷转过头，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，眼神里满是惊讶和疑惑，还有一丝不敢置信。赵妙妙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又被凶狠取代。她厉声反驳我，声音尖锐刺耳，说我别在这里血口喷人，他没有投毒，说我这是故意诬陷他，想趁机抢他的生意。我看着他狡辩的嘴脸，心中的怒火更甚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我有没有诬陷你？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份2份检测报告，递到村民们手中，让他们一一传阅，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报告上的病毒数值和检测结果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是我2次检测的河水样本报告，第一次是在发现流感异常后检测的，第2次是在昨晚拍下赵妙妙投毒后检测的，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流感病毒，正是引起这次流感的元凶。我还告诉他们，除了检测报告，我还有一个视频，是我昨晚在河边悄悄拍下的，让赵妙妙自己看看，她是不是在河水里投毒了，是不是在欺骗所有人。说完，我打开手机，点开那段视频。视频里，赵妙妙背着黑色背包，鬼鬼祟祟地来到河边，四处张望确认无人后，拿出玻璃瓶，将里面的液体倒进河里，每一个动作都清晰可见，无可辩驳。村民们看着视频，又看了看手中的检测报告，脸上的惊讶渐渐被震惊和愤怒取代，一个个都目瞪口呆，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嘴里不停地喃喃着怎么会这样，他怎么能这么做。赵婶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，她平日里最是善良，看着自己生病的小孙子，又想起村里被流感折磨的老人和孩子，怒火瞬间冲昏了头脑，猛地冲上去就想打赵妙妙。赵婶一边打一边撕心裂肺地骂他是畜生，骂他心狠手辣，竟然为了发财，在全村人赖以生存的河水里投毒，害大家都饱受流感折磨，骂他不得好死。其他村民们也被怒火点燃，纷纷冲了上去，围着赵妙妙打骂起来，拳头和巴掌不停地落在他身上，嘴里不停地骂着骗子、畜生、没良心，发泄着心中的愤怒和不满。村长就站在人群旁边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身体不停地颤抖着，最后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，眼神空洞，满脸的难以置信和绝望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从小疼到大、寄予厚望的女儿，竟然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、丧尽天良的事情，竟然会亲手伤害全村的乡亲。赵妙妙被打得浑身是伤，头发凌乱，脸上布满了伤痕，嘴角流着鲜血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，不停地跪在地上求饶，哭声凄厉。可村民们根本不听，怒火中烧的村民们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，发泄着这些日子以来所受的痛苦和委屈，打骂声、哭喊声、指责声交织在一起，响彻了整个村庄。我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，连忙上前拦住了村民们，伸出双手示意大家冷静下来，声音坚定地告诉他们别冲动，打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我告诉他们应该报警，让治安局的人来处理他，让法律来制裁他，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这样才能真正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村民们听了我的话，心中的怒火渐渐平息了一些，打骂声也慢慢停了下来，一个个喘着粗气，眼神里依旧满是愤怒，但也多了一丝理智，纷纷点了点头。村长从地上慢慢爬了起来，双手依旧不停地颤抖着，他擦干脸上的泪水，颤抖着拿出手机，手指好几次都按不准号码，好不容易才拨通了报警电话。村长对着电话声音哽咽，断断续续地向治安局说明了村里的情况，说明了赵妙妙投毒、卖假药的事情，语气里满是愧疚和自责。没过多久，几辆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村子里，警笛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。治安局的人下车后，出示了相关证件，快步走到赵妙妙面前，将她控制住。赵妙妙被治安局的人戴上手铐的那一刻，依旧没有悔改之意，她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怨毒和不甘，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一般，那眼神让人不寒而栗。可她终究还是被治安局的人带走，被塞进了警车里。警车缓缓驶离了村庄，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，等待她的将是漫长的牢狱之灾，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。赵妙妙被带走后，村民们看着我，脸上的愤怒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愧疚和悔恨，一个个低着头，沉默不语，气氛变得格外沉重。村长慢慢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，脸上满是愧疚和自责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，最后直接跪了下来，老泪纵横，肩膀不停地颤抖着。他不停地向我道歉，说不该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求我原谅他们这一次。其余的村民们也纷纷跟着跪了下来，说自己对不起我，不该听信谣言，不该那样对我。
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一群人，看着他们满脸的愧疚和悔恨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既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怜悯，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缓缓伸出手，将村长扶了起来，语气平淡，没有丝毫情绪，淡淡的告诉他们：起来吧，我不需要他们的道歉，也不需要他们的报答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起。我向他们表明，我救他们只是因为我是一名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信念，并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们，也不是为了他们的报答。村长依旧恳切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恳求，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不肯松开，恳求我留下来，说他们知道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，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待我。他还说以后再也不会让我受委屈，村里的人都需要我，需要我这样的好医生，没有我，他们以后生病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轻轻抽回自己的手，缓缓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地告诉他们，我不会留下来了，这个村子我再也不想待了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疲惫和心寒。我顿了顿，又告诉他们，我救他们是尽我医生的本分，但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。说完，我转身走进屋里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我没有带走太多的东西，只是收拾了一些常用的衣物和医疗器械，还有我这15年来积累的医学书籍。村民们站在院子里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人说话，脸上满是愧疚和不舍，有的甚至偷偷抹着眼泪。收拾好东西后，我背着背包走出了院子。村长想上前拦住我，却被我避开了。我没有回头，一步步朝着村口走去，身后是村民们的叹息声和哭声，可我再也没有回头。走出村子的那一刻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感觉浑身都轻松了。15年的坚守，15年的付出，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我知道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被这个村子的人和事所牵绊，我可以重新开始我的生活，做我自己想做的